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我是王炯，这是我们的第19期了，而且之间一直没有停更啊。同样还是在回答问题之前呢，先来聊一下我们测评视频的进度啊。这个测评视频呢，确实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应该快2周没有更新了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里边，语音里边跟大家聊过几次啊。就是下一期视频呢，我们计划的是2017年的年度旗舰处理器性能的大对决。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做过一次835啊，就是上半年国产旗舰的性能对决。那期视频呢反响还不错，然后我们今年年底呢就做一个年度的，因为各家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几大旗舰的这种视频，所以说估计大家也都看腻了，给大家来点这种专题性的视频。但是这期视频呢，我们是准备对我们自己的视频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啊，不管是在制作方面啊，还有就是风格上面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质量方面啊，就是各个方面吧，全方位吧，做一些尝试。所以说这期视频呢是进入了一个无限期的拖更状态，我们直到我们自己比较满意了吧，然后再把它发出来给大家看。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机器也比较少，1月份应该只有一台魅蓝的 S6，还有就是vivo 这边呢可能会有一台国内的屏下指纹识别手机，但是不知道年前能不能买到啊。OK， 扯得有点多，不废话了，干货多，屁话少，白问第19期，看看上一周小伙伴们都有什么问题吧。问题是来自白问微信公众号小伙伴 God Away 是吧？这个小白最近想换手机5000元左右，哇！现在的小伙伴们我发现都挺有钱啊。苹果7 128G 和华为的 Mate 10 Pro 该选哪个好呢？这个现在用的是 Mate 8 32G 的乞丐版，内存快满了，所以打算换一个空间大一点的，主要纠结于苹果7的屏幕太小，而 Mate 10 Pro 是 1080p 的 OLED 屏幕啊，这个实际使用真的很差吗？先谢谢了。个 Mate 10 Pro 啊，还有就是 Mate 10在今年的这个视频中呢，已经把他们的屏幕呢跟大家聊了一下。1080p 的 OLED 屏幕呢，确实啊，这个看着是没有2K 的 LCD 屏幕那么的上眼。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今年的这个 Mate 10 Pro 呢，也一直是我觉得国产机今年非常不错的一台机，可以说是不说扛鼎之作吧，但是基本上集成了目前国内技术比较新颖的一台手机，而且各方面呢非常水桶。没有什么短板啊，虽然说18:9的全屏是吧？但是明年华为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摄像头方面，据说是3摄。至于是苹果7呢，我个人觉得也还可以，但是屏幕呢稍微有点小，而且续航方面呢，这个 Mate 10 Pro 呢是比苹果7要好很多的。我个人呢也更倾向于 Mate 10 Pro 这2台机的话，买新不买旧嘛。OK，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信公众号小伙伴阿少123，小白有没有发现手机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而且在视频中不止说过一次了啊。之前用过的索尼的 Z5和水果 6S， 现在用的是1+3T 6+128，感觉用的挺顺手的，但是又有换机的想法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不同价位段都想试一试。一直蛮喜欢的魅族，但是奈何魅族今年不太给力。魅族呢应该会在年初呢有一台非常重磅的旗舰，那就是15和15 Plus。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信仰加持的话呢，可以稍微来等一等。如果要是现在入手的话呢，你并没有这个告诉我一个价位段啊。如果要是2000元价位段呢，现在我推荐的应该就是坚果 Pro 这一台手机，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的，而且这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来看呢，坚果 Pro 在这个价位段呢也是还可以。如果要是再往上涨呢，就比如说3000元左右的话，我推荐的就是荣耀的 V10或者是1+5T， 荣耀 V10可能倾向更多一些。再往上涨一些的话呢，应该就是华为的 Mate 10 Pro， 或者说是国际旗舰的 Note 8，大概是这样。OK，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百城 GG， 这个白哥626和630哪个更要好一些呢？这肯定是630更好一些。这个6系列的肯定是数字越高越好一些。虽然说实际的使用中体验差别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毕竟是小改款，就相当于之前的这个820和821的那个区别。预算1000，我正在考虑买坚果 Pro 4+64，还是买新款的诺基亚6，还有就是夏普的
S230N6，白哥能推荐一下吗？1500元档有什么好的推荐？我个人呢，1500元档啊，还是建议你加几百块钱买这个坚果 Pro 2 4+64的版本，这个低配版本。在这个价位段呢，我肯定推荐的是坚果 Pro 2这台机器，也说过很多次了啊。首先呢，肯定是要上60的处理器，然后在 ID 方面呢，个人我可能更推荐一下坚果 Pro 2，还有就是360N6。至于这个新款诺基亚6呢，没有18比9的屏幕，还有就是夏普 S2的那 ID 我也实在受不了。OK，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 B 站的长进还是长进啊？2012啊。关于手机品牌内存和空间都一样，单纯处理器性能上来说，660和821哪个手机更适合做主力机呢？就目前来看，如果要是从硬核上啊，我觉得还是821可能更适合做主力机。但是821的手机呢，它都是老款了，它可能在相机方面，在其他方面相对660的机器呢稍微差点意思。比如说18比9屏幕的加持，或者说最新的算法更新到最新的系统等等等等。如果要是单从处理器性能上来说，是821，不过一台手机不可能是单纯的一颗处理器。OK，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CTY 噜啦嘞噜啦啦噜啦嘞是吧？小白，这个问题虽然有点长啊，但还是跪求上电视。这个我是初2学生，想自己攒钱买 iPhone 10。看到我的泪没有？看到我的泪，看我的眼了，看我眼了。初2就买 iPhone 10，我初2的时候不是说拿tới和泥的吧？反正那时候我有一 MP3，我觉得我就是我们班最强王者。但是这个国行的版本呢，我要不吃不喝1年才能买得起，所以说我准备买别的版本。你不吃不喝1年都能有1万块钱，可以的。但是港版和澳版、美版、日版哪个最便宜呢？再一个就是卡贴机值得买吗？求解答，求上电视。卡贴机是万万不能买的啊！这个卡贴机呢，虽然说之前有一段比较红的时间，但是卡贴机种种问题啊，比如说系统更新啊，比如说它不稳定啊，比如说耗电的问题啊，反正就是问题非常多，所以说绝对不推荐买卡贴机。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一个小伙伴买了一台卡贴机，到最后还是又花了好几百块钱把它给解锁了，怎么样，反正就是很磨叽，千万不能买卡贴机。至于这些版本的话呢，我最推荐的应该就是港版了，但是从价格上来说呢，应该就是美版的无锁版。如果要是有渠道的话呢，应该是最便宜的版本，应该是8000多块钱吧。应该是就可以买到1万元的那个版本，但是我这几个版本里边还是首推港版，因为对以后你的事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管是在渠道上来说啊，都是比较省心的。港版如果最便宜的话就是美版。好，来看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脸色发白的黑人，那这个头像是一只小猫咪。这个小白你好，我想买900块钱一个2手的安卓老旗舰，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呢？其实2手的安卓老旗舰啊，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安卓阵营，尤其是国产机这块跌价还都是跌得非常猛的啊，就是基本上用了半年或者用了1年之后，这价格不说腰斩吧，反正几乎腰斩甚至更多啊。我个人推荐的呢，应该就是1+3T 吧，但是900块钱你买的应该是比较费劲，可能得1000出去。但是呢，它的屏幕是一个问题啊，不过从性能啊各方面来说啊，1+3T 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小米5，就看你怎么选择吧。这2台手机是我的推荐。OK，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哎呀，不好意思，又没有把你的名字给你截上啊。这个小白想问一下，700的 Base X 和1050的 AirPods，怎么选呢？我担心 AirPods 隔音很差，不适合长期上下班使用，贼纠结。但是 AirPods 更加便携，我就是长期室外耳机用多了，感觉自己听力下降了。这2个耳机的话呢，我都体验过，我个人推荐的呢还是这个 AirPods， 尤其你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啊，真的是无缝连接，特别的稳定。当然新系统升级之后啊，我发现它连接上有一点不稳定，可能后面这个更新了之后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最推荐的还是 AirPods， 因为价格上呢，它俩首先差的并不太多，有300块钱的价差。但是 Beats X 的话呢，我身边有一个小伙伴买了一个 Beats X， 然后我用了一下呢，我觉得还行，但是他后面呢就想卖掉，然后再买 AirPods， 因为 Beats X 的那个耳机的话呢，虽然说总体体验上跟 AirPods 一样，但是它太运动风格了，不太适合你出入各种场景，它使用的范围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局限性，没有 AirPods 那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使用。我个人是这样的推荐 AirPods。OK，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旧街 CC 凉风，那个小白哥，想问一下，买 Pro 6P 划算吗？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机型呢？是这个 MBAC 的重度用户。如果现在要是买 Pro 6P 的话，确实挺老的了。但是呢，好像魅族这边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机器了。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等一下15 Plus 吧，因为我个人感觉下面的这个魅族的15和15 Plus 应该是
一款非常不错的机器，起码从现在曝光的情况来看啊，建议你等一下10 Plus， 因为目前来说，魅族这块啊，不说魅蓝，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机器给大家推荐。OK， 下一个依旧是微博的小伙伴韩梅啊，小白，这个华为的荣耀 V10和 nova RS 哪个会更好一些呢？哪个性能好呢？区别在哪些地方？好纠结啊，买哪款？这 nova RS 呢，首先就是处理器方面啊，它是960的处理器，这个 V10呢肯定是最新款，RS 呢我是体验了一下，但是 V10呢我是使用了一下，而且也做过专题的视频，所以说我个人呢是最推荐这个荣耀 V10的，因为它的这次的前置指纹识别我是非常喜欢的，还是18比9的屏幕，但是依旧是前置指纹识别，中间一个很好的过渡，因为屏下指纹识别跟后背指纹识别这两个现在首先我不想要后背，然后但是屏下指纹识别现在技术还不太成熟，性能方面呢肯定还是这个 V10要更好一些，推荐 V10。好，下一个是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的一段祝福语啊，小白哥你好，我快成为白粉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1年来看了很多东西，你的努力，你的欢乐，感谢小白哥。祝愿2018我们的平台越来越精彩，撒花撒花。这个是在1月6号的时候，虽然不是跨年的时候，当然跨年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祝福发过来啊，但是我们就没截到那儿。在此呢特别感谢大家，也祝大家这个2018年呢一帆风顺，该买的手机全部都买到，买到的手机不会出任何问题，都买到你中意的手机。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赶紧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下期让你上电视。特别感谢。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就是咱们的初心，为大家做更好的内容。OK， 第19期的白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这个是上期中奖的小伙伴，我发现啊，这个很多中奖小伙伴啊不联系我们，你不联系我，这个微信后台呢是没法主动联系你的。所以说，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啊。如果要是后面积累的奖品多了呢，那咱们就争取年底给大家发大的奖品，赶紧联系后台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每期的活动呢都是一样的，在这个白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我们将会抽取一个小伙伴，这期呢，我们依旧是送出的小米这一套最新的螺丝刀，这个极客宅男必备。手机出问题了，可以来自己修一下，而且什么红点奖是吧？小米，我发现小米好多东西都有红点奖。我发现现在这个什么东西上没有红点奖，就不好意思再卖了，是吧？什么 IF 奖啊，这些奖都是其实这些奖都是花钱可以买的。OK， 干货多屁话少，这期白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Champions